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煙壺味廚房。我是萬萬沒想到，把雞蛋打在黃瓜裡面會這麼的好吃。這種方法非常的獨特，今天我就把我奶奶教給我的製作方法分享給大家。首先準備3條清洗乾淨的黃瓜，把頭尾各切掉一小部分，因為頭尾的肉質比較硬，而且有苦澀味。接下來我們就把黃瓜切成薄片，這裡我們盡可能的切薄一些。黃瓜是我們餐桌上最常見的一道素菜，不管是涼拌還是炒着吃都深受大家的喜歡。接下來把黃瓜片全部切成細絲，絲我們盡量的切小一些，這樣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黃瓜的營養十分的豐富，還有豐富的葉綠素、膳食纖維以及各種微量元素。現在的黃瓜也比較便宜，我們這邊才2塊一斤，不知道你們那邊賣多少錢一斤呢？把所有的黃瓜全部切成視頻中這樣的細絲，放在提前準備好的大碗中。用我吃飯的筷子稍微的整理一下，接着往碗中打入雞蛋。雞蛋的數量也是根據家裡人口的多少來定，有條件的我們最好挑選土雞蛋，因為土雞蛋的蛋黃顏色更漂亮。加入小半勺的食鹽提前入下底味，少量的胡椒粉增加香味，用筷子攪拌均勻，大約攪拌1分鐘左右，使雞蛋液和黃瓜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接着往碗中加入1大勺的普通面粉，再次用筷子充分的攪拌均勻，面粉的量千萬不能太多，不然的話會影響口感，大約在20克左右就可以了。充分的攪拌均勻，放在一旁靜置半個小時。接下來準備一個清洗乾淨的西紅柿，在頂部打上14發刀，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西紅柿的外皮。把西紅柿放在準備好的大碗中，然後再加入101度的開水，這裡我們一定要加入開水哦。放在一旁浸泡10分鐘左右。接下來準備小把去皮的大蒜切成薄片，再剁成稍微細一點的蒜末，全部切好放在盤中。接下來準備小塊去皮的老薑，把老薑切成薑絲，最後全部切成薑末。切好以後和蒜末放在一起。喜歡吃辣一點的，我們準備幾個小米椒切成小圈，如果吃不了太辣的也可以不用放。全部切好和姜蒜放在一起備用。下面我們簡單的調個料汁，碗中加入小半勺的生抽，小半勺的蚝油提鮮，再加入小半勺的白糖，然後加入小半勺的紅燒醬油上色，加入小半勺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加入適量的清水，用勺子充分的攪拌均勻。提前調好料汁也是節省炒菜的時間。現在的西紅柿也已經浸泡好了，把西紅柿的外皮全部撕下來，接着再把西紅柿切成厚薄均勻的片，我們不需要切断，然後再轉過來把西紅柿切成小條，同樣也不需要切斷。接着再立起來，把西紅柿切成小丁。西紅柿还有豐富的番茄紅素，也是小朋友們特別喜歡吃的。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備用。食材準備好，我們開始操作。起鍋加入平常炒菜2倍的花生油，我們要提前把鍋裡面的油溫燒熱，像視頻中這樣運下鍋。接着再把準備好的黃瓜雞蛋液倒在鍋中，用筷子稍微的整理一下，這樣做出來的成品會更加的美觀。把火開到最小，然後靠上鍋蓋，
燜5到6分鐘左右，讓雞蛋液和黃瓜慢慢的定型。中途我們可以放動一下鍋，這樣可以防止粘鍋，同時也可以使蛋餅受液更均勻。時間差不多了，我們打開鍋蓋看一下，雞蛋的底部已經煎至定型了。接下來我們就靠上一個大一點的盤子，像視頻中這樣倒靠過來，把另外一面也煎至金黃。這裡我們一定要小心點，千萬不要燙到自己的小手了。同樣我們也要放動一下鍋。第二面煎制的時間不需要太長，大約在2分鐘左右。現在的蛋餅顏色金黃，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慾。煎至2面金黃以後，倒在準備好的盤中，另起鍋，加入少許的花生油。接下來把準備好的西紅柿丁放在鍋中，我們要把西紅柿炒乾水分，炒出湯汁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了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。炒出湯汁以後，把準備好的姜蒜小米椒也倒在鍋中，再次翻炒均勻，把輔料炒出香味。接下來把準備好的料汁全部倒在鍋中，開大火把鍋裡面的料汁煮開，把所有的調味料煮至化開，把湯汁熬至濃稠。接下來往裡面加入準備好的蔥花，熬制成視頻中這樣的粘稠度就可以了。把熬制好的料汁淋在蛋餅上面，一道營養又美味的黃瓜雞蛋餅就這樣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簡單？如果你也喜歡這種做法，就趕緊收藏起來，做給自己的家人嘗試一下。這樣做出來的黃瓜雞蛋餅，不管是作為早餐還是零食都非常的美味。裡面加了西紅柿，酸酸甜甜的，吃的最多也不會上火。飯店一盤至少要38，如果自己在家做，成本只需要5塊錢，主要是操作還十分的簡單。如果今天的視頻對您有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每天分享一道不一樣的家常美食供大家參考，希望大家能夠喜歡。好啦，今天的視頻就簡單的分享到這裡啦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